吴先你好，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开启了欧洲3国访问行程，外界为何唯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他出席北约峰会上呢？这场北约峰会无疑充满了悬念，各国首脑如何看待乌克兰战事进展？扎波罗热大反攻打到现在迟迟未能打开局面，各国的耐心还剩下多少呢？北约还能给予乌克兰多大的支持？要知道，部分北约小国已经将现役坦克送进乌克兰了，他们自己的装甲兵现在成了没有坦克的步兵，再投喂下去，是不是连手里的枪也要交出去了呢？北约秘书长斯托滕贝格的继任者难产了，这位挪威人已经接连3次是超期履职，他已经不止1次的公开打退堂鼓了。德国人冯德莱恩倒是自告奋勇的举手了。法国人却说不行，你把手放下。北约秘书长不过是一个负责协调各国的首席文官，北约真正的一把手是盟军最高司令。自艾森豪威尔以来，这个手握兵权的位子一直由美国掌管。即便如此，一个台前所谓虚职也够欧洲各国争抢一番，真是令人摇头啊！讽刺的是，最没有悬念的恐怕就是乌克兰能否加入北约这件事。2年前，当俄乌局势剑拔弩张时，北约各国在慕安会上义愤填膺地为乌克兰加入北约站台。当俄军导弹真的落在基辅头上之时，这些北约小丑们却都成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哑巴。泽连斯基用乌克兰军民的鲜血亲笔写就了入约的投名状，换回的是北约各国的闭门羹与拜登那句轻飘飘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换位思考，假设你是乌克兰人，会不会有一种被戏耍、被出卖的耻辱感呢？北约自称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却始终不让乌克兰迈入盟国的门槛，这恐怕是对站在一起最鲜血淋漓的重新定义。那么另一方面，与乌克兰入约无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欧国家芬兰和瑞典的火速入约。那吴先，您怎么来解读这种厚此薄彼的落差呢？欧洲国家可能会说，因为当下俄乌战事正酣，为了防止战争进一步外溢，乌克兰最好等待战争结束吧。那我就要反问一句：如果当初爽快些让乌克兰直接入盟了，莫斯科方面会不会慑于北约压力打消进攻的念头呢？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问题的根本在于美国就是希望通过一场代理人战争全面削弱俄罗斯，最希望战争打响的是美国。所谓加入北约，不过是美国这个车夫钓竿上的胡萝卜乌克兰呢，则是那匹跑得精疲力尽的驼马。那颗摇晃的胡萝卜明明近在眼前，任它如何的卖力，可就是够不着呀。毫无疑问的是，这场血腥的俄乌冲突一下子把许多此前还在摇摆的国家打入了北约的怀抱。芬兰与瑞典就是最佳例子。一场迫于北约东扩压力的战争，让北约东扩的态势进一步加剧了，多少有点抱薪救火的意思呀。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各国的合理安全利益和关切都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这让我想起今年6月在新加坡相会的一次采访经历。当天下午，一场关于乌克兰局势的闭门会议刚刚结束，我找到一位不出会场的美国智库成员，与他交换了一下对局势的看法。毫不意外的，他以俄罗斯的主动进攻作为欧洲国家用脚投票的重要动因。我之所以要讲这个例子是因为目前在国际关系舞台上，美国就是在进行这个看似合理的逻辑建构。这其实是一种选择性无视历史发展经纬的倒果为因，用一种局部的视角妄图去覆盖掉事件的全貌，给北约在欧洲乃至亚太地区的扩张提供某种合理性。这是一种有毒的国强必霸逻辑，是美国构建威胁论的认知作战，是一种阳谋。我想这道题恐怕是我们今后必须要思考进行破解的。5天的欧洲之行，重点是参加北约峰会。但是面对乌克兰强烈要求加入北约的意愿，拜登在前往欧洲之前就泼了一大盆冷水，明确对泽连斯基说不。为什么因北约想要东扩至乌克兰而引爆俄乌冲突之后，北约却摇身一变当起了甩手掌柜？冲突僵持不下，乌克兰对北约还有多大的利用价值？来看报道。
拜登9号乘坐专机抵达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这是伦敦的第3大机场，只有一条跑道，平时主要服务于廉价航空公司，但由于规模较小，也用于政府贵宾专机降落。拜登其后登上美国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前往伦敦市中心，派头十足。预计他将在10号与英国首相苏纳克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会晤，这也是两人半年来的第6次见面。之后他将前往温莎堡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见面。美国白宫和英国首相办公室都在声明中表示，强化美英联盟是这次拜登访问英国的重点。路透社认为，由于拜登和苏纳克马上要参加北约峰会，因此美英领导人有必要在参会之前先就俄乌冲突的政策问题进行通气。欧洲舆论还注意到，拜登在赴英国之前突然宣布向乌军提供8亿美元军援，其中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明令禁止使用的集束炸弹。德国之声电台认为，这或将导致拜登领导的援乌同盟产生内部分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反对向乌军提供集束炸弹已经引发了北约内部最大的意见冲突。实际上，连最铁杆的盟友英国也表示反对。英国当地媒体认为，苏纳克很可能会因此事与拜登在唐宁街10号发生争执。北约和乌克兰去年下半年就不断宣称的春季攻势被证实到了夏季仍未发生，俄乌冲突陷入僵持，也令欧洲国家陷入援乌的泥潭。观察指出，一些财力不支的国家或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发难。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指，本届峰会是对北约各国团结性的一场大考。除了援乌问题，还有更为令欧洲国家头疼的乌克兰强烈要求加入北约的事宜。据报道，北约内部已经就此分裂为2大派系，一派坚定相信乌克兰加入北约符合北约东扩的既定方针，将有效震慑俄罗斯；另一派则担心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被俄视为挑衅，从而导致更大范围的冲突。外界认为，美国总统拜登明显属于后者。在出发前往欧洲之前，拜登在9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目前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时机未到。他指出，一旦北约现在接纳乌克兰，就意味着我们与俄罗斯开战了。德国立场与美国相似。观察指出，德国和美国都属于花钱消灾类型，即要钱要武器都可以给，但绝对不会为乌克兰流血战斗。但与俄乌邻近的多个中东欧国家则支持乌克兰火线入约。实际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就入约一事游说多个北约成员国，要求至少提供一份加入北约的路线图，否则将拒绝出席北约峰会。但在拜登明确说不之后，泽连斯基态度软化。Ukraine should get clear security guarantees while it is not in NATO. And that is a very important point. Only under these conditions, our meeting would be meaningful. Otherwise, it's just another politics. 但当主持人追问是否会出席北约峰会时，泽连斯基并未给出明确回应。So it sounds unlikely that you will go. Why? From what you just said. I think we'll do a lot of work.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证实，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不在北约峰会的议题清单上，但他透露，预计盟国领导人将批准一个包含3个要素的一揽子计划，使乌克兰更接近北约。此外，峰会还将成立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以加深双方合作的范围。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规定，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形同于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也就是说，一旦乌克兰加入北约，那就等于自动的北约和俄罗斯就成为了交战方，而北约的成员国其实是非常不愿意被卷入和俄罗斯的战争当中去。